最近，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呢有所缓和，但是在这个节骨眼上，美国媒体却曝光了美军的特遣队进驻台湾，这个后果是相当严重的，细思极恐。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最近呢，中美开启了一系列的外交互动，外界呢都认为两国关系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僵持之后呢，现在进入了一个改善的阶段。特别是杨洁篪与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的会晤，中方明确表示重视拜登近期关于中美关系的积极表态，注意到美方无意遏制中国的发展，不搞新冷战。中国呢还提出了反对美国把中美关系定义为竞争关系的说法，认为两国应该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美国贸易代表也表示要讨论减除中国产品关税，双方在经济合作上甚至还要继续连接。那么紧接着呢，中美已经确认将举行首脑级的视频会议，这意味着两国关系正在逐步走向缓和。然而，在这个节骨眼上，《华尔街日报》却曝光了一则猛料：美国特种部队及支援部队队员共有20多人组成的小型特遣队，秘密在台湾驻扎了至少1年，正在协助台湾地区的陆海军强化防卫能力。这事台湾当局和美国政府都不置可否，但是曝光的时机却另有玄机。要知道，美国在台湾驻军是一件非常敏感的事儿，甚至呢已经触犯了中国大陆公布的反分裂国家法。当然，它也违背了3个联合公报的宗旨和核心内容。过去，美军在台湾的现役军人主要存在于美国驻台协会，他们的主要职责呢负责安全保卫，私下里呢还跟台军呢有所交流，总人数大概在10人以内。那么其他的一些武装人员呢，多半是以美国退役军人或者是民间公司的雇员的身份呢前往台湾。美军曾经出台过一个在太平洋地区支援盟友的计划，并组建了2支教官团，专门负责为亲美势力呢培训军队，人数呢大概在500人以内。这些情况是不公开的秘密，实际上大家都心知肚明。那么这次美国媒体所曝光的美军的部分军人在台湾已经驻扎了1年多，那么这件事情应该说构成了很严重的后果。首先，美军加大了现役军人进驻台湾的人数，注意呢，它和过去进驻台湾的那些武装人员不同，那些大部分都是以民间的身份进入台湾的，而现在呢，它是加大了现役军人驻台的人数。中国大陆呢对此必须坚决反对，因为反对外国军队进入台湾是我们的底线。美军不管进驻了多少人，都是违反了相关协议的。尽管这些所谓现役军人只是负责所谓帮助台军培训人员的工作，但是呢，依然是在挑战红线。对此呢，我们已经提出了严正的交涉。其次，这次曝光的时机呢，非常耐人寻味，因此必须认真的分析美方的这些举动，它的动机何在。在中美关系开始缓和的背景下，美方为什么要故意放出这么个消息？这里可能有几种可能：一是美国内部的一些反华势力不愿意看到中美双方关系缓和，因此呢，就特意曝光了这么一个消息，从而呢打断双方改善关系的这个进程。第二种可能呢，就是美国政府说一套做一套，明面上提出要和中国改善关系，特别是经贸关系，但是暗地里呢，它有提高与中国谈判的筹码。那么这个筹码
是吧？可能就包括美军个别人员被派驻台湾这么个情况，双方必然会在这个问题上交锋。这些少量的进驻台湾的军人，那么他就有可能以此为筹码，向中国提出更高的要价。但是我想这样的企图是不可能得逞的。不管美国人怎么想的，增加驻台的军人人数这种做法值得我们大陆警惕。最近美国媒体呢在炒作拜登承认台湾协议，也就是要承诺遵守一个中国的政策，而美军的实际做法却恰恰相反，说明美国依然是说一套做一套。事实证明，虽然美军的高层正在形成避免与中国开战的共识，但是并不意味着美军会放弃干涉台湾。而目前美国军方最可能的做法就是明里暗里帮助台军提高战斗力。那么提高战斗力无非是两个方面，一个是装备，一个是训练。现在呢，这两个方面呢，美军其实都在积极开展。向台湾地区出售武器，它可以大赚一把。同时呢，通过秘密派人到台湾帮助他提高他们的训练水平，将有助于提升台独分子以武拒统的信心。这些做法呢，其实都是非常恶劣的，我们必须坚决反对。自1979年中美建交以来，美国和台湾地区呢都没有公开承认有军事训练的活动存在。那么这次美军估计呢也不会承认，虽然他媒体爆料了，但是作为官方的正式说法，目前美军没有任何的表态。也就是说，美军即使是在帮助台军提升战斗力，那么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也只会做而不会公开说。除此之外呢，美军还可以通过另外一条暗线，也就是派出所谓的民营机构的人员帮助台军提升他的训练水平。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你确实很难分清，是吧？哪些是美军的现役军人，哪些是他的民间人士？不管他派驻台湾的这些武装人员是军方的正式编制，还是民营公司的人员我们呢都是要坚决反对的。中国大陆很多网友对这个事呢可以说是义愤填膺。如何来应对这个情况？其实呢大可不必紧张，因为少数美国的这些武装人员跑到台湾搞活动，但是不要忘了，一旦台海有事儿，双方发生武装冲突，或者是我们开始武力统一台湾，那么这些人员可以说起不到任何作用，反而会成为炮灰。而这些人呢是没有外交待遇的，一旦在武装冲突中发生伤亡，恐怕是没人管的因此其后果如何，恐怕美军以及某些所谓的带有军事色彩的民营公司应该认真的思量思量。好，今天介绍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